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很多数字都是负面的，都是看起来非常的惨淡。但是有这么一个数据非常的惊人啊，让很多的五毛粉红就终于抓到了一个可以证明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理由，就是中国的汽车出口量。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汽车出口已经超过日本、德国、韩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这个数字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中国的汽车制造在出口方面获得了成绩，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制造业就复苏了，它只是其中一个领域。OK， 那么但是很多人都拿出来讲啊，拿出来说，我们也毫不避讳这种数据，我们也可以来分析。像很多的那些五毛粉红那些，特别是那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那些自媒体，他们不敢讲那些网上的很多的信息啊，因为他们觉得都是负面的，要屏蔽，要封杀，对吧？在中国境内你也不可能发射出来。但是我们这个媒体虽然是反对共产党的媒体，但是我们把这些数据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数据，甚至我经常也引用到中国官方的这些媒体的说法，我们都会拿出来分析啊。从这可以看到，我们不避讳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反对声音，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讲。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官媒，还有他们下边的那些自媒体那些五毛们，他们却不敢去讲这些话题。当然在中国境内也不允许你讲，谁更心虚一眼便知。 OK， 那这个数据证明什么呢？证明中国的这个汽车出口产量非常庞大啊，而且超过了其他国家。但是它是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其中一个就是大量的政府补贴。当他获得大量的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之后，他自然就有实力可以去跟那些其他的国家的这些企业进行非正常的竞争了。所以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在周三正式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最早这是由法国的经济部长率先要求的。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冯德莱恩的表述。But global markets are now flooded with cheaper Chinese electric cars. And their price is kept artificially low by huge state subsidies. This is distorting our market. And as we do not accept this distortion from the inside in our market, we do not accept this from the outside. 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the Commission is launching an 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 into electric vehicles coming from China. Europe is open to competition, but not for a race to the bottom. We must defend ourselves against unfair practices. 这个所谓的汽车出口的数字啊，这个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的这个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电动车的出口。你在全世界各地能看到有几辆中国汽车，对吧？没有，就是很多都是电动车，不管是比亚迪还是特斯拉，有些是在中国生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了，是一个趋势所带动的，就是新能源车逐步在替代这个燃油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原因导致这个结果就是中国政府的不正当竞争。所以我明白这一点，再回去看那张图，看到这个数据，就不用多么激动惊讶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很正常。现在欧盟已经开始表示了，当对中国的企业进行调查，甚至罚款，甚至有新的政策出现的时候，请问在欧洲的这些比亚迪的电动车，他们还能有市场吗？他们还能有竞争力吗？除了他们所拥有的这个价格优势以外，这就是很难说了啊。所以说他们也会受打击。那如果他们这个在欧洲的汽车销售受到打击的话，中国未来能够在这个老大的位置上占据多长时间呢？可能又很快被日本超过了。当然日本本身也有问题，就是日本这些企业他们发展新能源车的速度很慢，而日本超越中国这当中也有特斯拉的贡献。好，那么这个消息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中国的经济，不是因为这一个数据就能证明一切的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全方位的溃败，是结构性的难题，它根本无解。我们都不用看中国大陆的数据，看看香港就知道了。有人就发出一张图啊，就是他评论了一下香港的创业板的指数，说现在已经18年了，从最开始的868点，现在一直跌到现在的26点，都快归零了。其中成交额为0的公司已经多达585家，占了1/4。
还有港股50%的上市公司的成交金额都不足10万块钱。当你看到这个惨兮兮的现状，你还能够说香港会持续的占据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吗？这个金融中心地位其实已经在被新加坡取代了。当中国实现了一国一制，香港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不再拥有资本主义社会所必备的条件，比方说司法独立，比方说言论自由，那请问你的资本主义能够发展下去吗？所以说香港一定会跟中国大陆一起走下坡路，一起沉沦。这是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我做节目就讲过了，现在已经看到了香港人成为中国人的下场。那么下一步是不是台湾了？我们都在关心台湾人会不会也变成中国的韭菜。那么目前看起来台湾的民意是非常清晰的，是坚决反对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坚决不会认同被共产党统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多人的这种对中国大陆或者对这个共产党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可能会害了自己。虽然他们认为我不想被你统治，但是很多人的做法却给了中共钻空子的空间，给了他们渗透统战的机会。这就为什么我认为这几个党派当中，民进党的战略、民进党的立场和过去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而且是在这个大选当中会得到我的支持。不过最近在台湾又召开了一个活动，是一个统战活动，叫做亚太千里论坛，像台湾的前正副总统马英九、萧万长，还有行政院长江宜樺和台大校长管中闵都纷纷的参加了。这个论坛上边有一位嘉宾，就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其实我们如果看新加坡的已经退休的这些外交人员，一个个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传声筒，替共产党说话。他当然可以想象，他们80%是得到了好处。那这些人他们从新加坡退休之后愿意为中国说话，当然也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首肯和默认，因为新加坡也希望这些人虽然他们说什么话没什么太大用处但是能够传输出新加坡的一个立场，就是支持中国的，支持统一的。但是呢，新加坡的政府呢又坚定地保持一个中立状态，同时跟美国密切配合。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新加坡玩的一手牌就是故意的让这些退休的外交人员去讲一些中国喜欢听的话。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杨荣文，他之前讲了很多，替中国讲了很多，在欧洲啊，在亚洲这次跑到台湾来宣传统一。他怎么说的呢？我看了之后真的有点动气但是我想到这个人说什么其实也没有用，完全违背台湾的民意，也违背这个国际格局的现实。所以说能够稍微平静一点，但是看到他这种话还是有点气愤，说现行的维持现状这共识是不稳定且虚幻的，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台湾只有在美国的力挺之下才能够维持这种分离的状态，但是这个分治现状能持续多久，取决于美中两国的军事实力的消长和台湾人民的意愿。他说，美国将台湾当作对抗中国的棋子儿，台湾期待美国动用武力阻挡两岸统一的终局并不明智，因为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这是纯属扯淡。他的意思是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是在中国这一边，因为中国不断的崛起，能够超过美国甚至打败美国，统一台湾，他不就这个意思吗？那请问这个说法跟习近平的所谓什么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有什么不同呢？他这种判断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判断嘛，或者说通过这种判断等于是恐吓台湾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着急了，害怕了，他们担心这种长期的独立状态和分离状态导致中国统一台湾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终他不得不面对整个全世界，整个西方世界，不再只是单独面对台湾了。他担心这一点，所以说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劝台湾人，你们还是接受一国两制吧，还是接受统一吧如果你不接受一国两制没关系，我再发明一个什么概念你就接受这个吧，反正都是统一。你接受了之后，你就可以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一定会消灭你，一定会统一你，你还不如现在投降算了呢。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当谈到所谓一中的时候，应该是指一个中国的联邦，说台湾可以跟美国保持关联，但不至于威胁中国的程度。台湾也可以跟新加坡跟其他国家保持关系都没问题，
那么台湾各政府也可以各自表述一中对台湾的意义。这样的话呢，台湾就可以打造一个更清晰的立场，让中国大陆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什么意思呢？我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他的意思说，台湾现在应该用这种办法，就是你保持这个现状的同时，你应该在推进这种跟中国合二为一的一个叙述和可能性。他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你能够安抚中共，但是你又保持自己的现在的独立的状态，你还继续的在国际舞台上跟这些国家保持联系。他这说法如此之不切实际，如此之脱离现实啊！我真的看到之后，觉得他过去这个什么外交部长到底怎么当的啊？只能说他讲这个话他自己都不相信。因为他所谓的什么台湾可以继续的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可以继续的跟这些国家保持关系，怎么可能？你觉得可以，但是共产党愿意吗？同意吗？你能代表共产党吗？所谓的用这种一个中国联邦这种说法来迷惑中共，告诉中共我们也接受一中只不过是一个中国的联邦，我们成立一个联邦，这种说法共产党会信吗？或者说共产党会接受吗？他们都不会接受，你骗谁呢？对吧？联邦什么意思？一个联邦共和国，它首先前提条件是至少肯定是民主共和国，它才可能有联邦，对吧？因为联邦的意思是加盟的邦国，那它当然有独立自主的这个权利就像美国的各州有自己的州权。你觉得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他能答应吗？你看看香港一个一国两制都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香港的港人治港都变成了所谓爱国者治港，甚至现在进一步变成了爱党者治港。你怎么不在香港弄个联邦呢？对吧？为什么让台湾弄联邦呢？你在香港弄个联邦给我们瞧瞧，你做得好，台湾没准加入，对不对？他问题是你看看他们怎么对香港人进行全面的镇压的。这现实反映出的共产党是坚决不会允许任何的违背他们意愿的，不光是独立哪怕统一没有能够被他们全面管控，他们都不同意，他们都不要想方设法的剥夺你的权利，剥夺你的自由，然后把你变成中国韭菜，变成他们的奴隶。这个是共产党一定会做的，否则的话，他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永远不放心，习近平永远睡不着觉。如果稍微读点中国历史就知道了。请问康熙拥有了权力，他第一步要干嘛？削藩，就是把这些地方大员、地方势力该干掉把他们的权力剥夺过来，然后实现中央集权。所有的皇帝他们日思夜想的就是如何的集权，如何的把权力归到自己身上。所以这种情况下，请问王荣文讲的这一大堆有任何意义吗？这样的水平的人说出这样水平的话，然后底下还有这么多的台湾高官或者前高官去听他讲，我觉得你真的是浪费时间，说明底下的人也在配合他演戏，他在台上也在演戏，大家都在演戏。演戏为了什么呢？为了迎合中共，为了能够把台湾进一步的推向所谓的统一。但真的统一了，他能不能实现联邦，或者是不是就像那个朝鲜，就像这个俄罗斯，普京现在干嘛呢？过去这20年不停在去联邦化。之前我们专门做节目讲他如何的去联邦化，对吧？就算你真的说暂时联邦了，我也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联邦化，把你的权利都剥夺掉，这不是把台湾人都害了吗？这样的一个结果，跟现在台湾直接投降了，我们一国两制了，或者是我们直接一国一制了，又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任何差别，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在这鼓吹这些东西，不管他如何的包装，他实际上都在宣传统一，都在支持中共的统一和这个所谓的民族复兴伟大的这个统一大业。他们只不过用了自己的一种完全荒谬的说法来做一个包装。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把他们的谎言戳破。中共这边促统的脚步也没有停下，在9月12号，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叫做福建对台示范区的政策，说鼓励台湾的民众在福建购房置业，有21项措施。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是惠台措施，但实际上它是一方面想发展自己的福建的经济，进一步的让福建的经济对外开放，对台湾开放。确实他们也起到了点效果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之后，中国的股市的福建板块全部大涨像海峡创新、福建水泥等多个个股涨停。那这是他刺激自己的经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忽悠台湾人嘛，你来创业，
你来置业，我给你优惠，这个优惠是中国韭菜享受不到的优惠，我就给你们台湾人。整台湾人都变成中国韭菜之后，请问为什么还要给你优惠？为什么中国有这个所谓的惠台政策？为什么不会别的地方的政策？为什么只有惠台政策？就是因为台湾是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有对台湾的政治需求。正因为台湾有实力去抗拒中国的所谓统一，所以说他才能想方设法的推出什么惠台政策，去拉拢台湾人。等真正你被他拉拢过去之后，有你好受的。你去看看中国韭菜跟香港韭菜现在什么下场就知道了。不要被这些小恩小惠欺骗。好，那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